係咁網友嗱，呢條片係講呢個美國嘅通脹同埋呢一個Donald Trump 嘅兩難局面。其實而呢個問題我係講咗4-5個月啊，起碼喺粵語嘅 KOL 入邊咧，我係 stress 呢個問題咧就最多嘅呢個就係。咁就當然啦，就近期咧就好多呢啲商業或者經濟期刊都講呢個問題。好啦，未講之前咧，我先提大家呢個嚇，呢盒嘢就係 NMN 嘅 Rolls Royce 入邊咧就2樽嘅2樽呢盒。點解 Rolls Royce 咧？大家睇下印到明57,600，犀唔犀利啊？係冇一個配方係咁犀利，57,600啊個 mg 啊，含有 NMN 係啊，佢就係分喺120粒入邊嘅，每一粒咧係幾多咧？每一粒都爆燈噶啦，400係冇人咁強嘅。咁呢度總共咧就有100，每樽咧有60粒，120粒，食4個月啊，食4個月啊。佢點解係咁名貴咧？第一，含有嗰個 MNN 最多；第二，每粒含有嘅純度係用高科技提到99.92，犀唔犀利啊？3條9，咁你吸收起上嚟咧就易好多嘅。大廠製造啦 ，Form Bio 啦，然後咧佢有晒3隻嘢 ，NMN、TMG、白藜蘆醇，呢3隻夾埋係發揮出更大嘅作用，令你青春常駐嘅。個價錢嘅抵啦，3,688蚊，呢個係4個月喎，4個月喎。第一件9折，第二件起7折，你買幾多件都係7折㗎啦。7折係2,500幾蚊啫，食4個月，600幾蚊一個月，唔使講啦，係咪？真係非常抵。美國2025年1月嘅 CPI 上升3%喎，我覺得嚇一跳喎，呢個係好犀利嘅，同比上升3%，高於經濟學家預測嘅2.9，佢哋都估年頭有啲反彈㗎，係2024 6月以來最大嘅升幅，半年來最大嘅升幅。即係咧，你係 expect 個通脹一路緩緩下降啊嘛？點解啊？因為個利息咧仲喺高點嘅，個利息咧4點幾，4.25，係喺抑制通脹嘅範圍。原理上應該個通脹係緩緩下降，咁當然佢有 fluctuation 啦。呢次咧係3%，大家睇見呢一個係核心3.3，呢個一般係3，所有 item 核心係3.3。呢一個其實係 meanwhile 你睇見呢個係 all item 係彈得犀利啲嘅，點解啊？因為食物同能源都彈咗嘅，呢個係1月 CPI 環比上升0.5，一個月升0.5，即係你將佢 annualize 咗咪6%，咁當然唔可以咁計啦。2023年8月以來最大嘅升幅，年半以來最大嘅升幅，遠高於經濟學家估計0.3，爭好遠喎。呢個0.3同0.5爭好遠喎。呢個就係嗱，我哋睇下呢一個就係 change 核心 CPI， 好明顯係飆咗上嚟，去到呢度你以為佢降落去，佢忽然之間就飆上嚟呢段，本來係平，以為佢落再上，呢度咧就係連升咗3個月，連升咗3個月。嗰個通脹嘅壓力係遠遠超過啲人嘅估計遠超過啲人估計。剔除波動較大嘅食品能源，核心 CPI 環比升0.4，係近2年最大嘅升幅。核心 CPI 同比上升3.3，距離2咧好遠喎。呢個聯儲局
如果認為佢係緩落去而中間可以有啲 fluctuation，但如果聯儲局一認為個通脹係掉頭升嘅話咧，佢係冇選擇嘅，係要加息嘅。大家睇下呢一個係呢個通脹升幅呢個係1月嘅生產者物價指數，呢個係PPI， 環比升0.4，出廠價同比升咗3.5，超過預期。1月因為年頭就有呢個通脹現象嘅，大家睇下啦，呢個就係多過 forecast 嘅，呢度上升。雞蛋就犀利啦，較10月上升咗15.2，呢一個係2015年6月以來最大嘅漲幅。食品價格上漲嘅主要推手，點解呢？因為禽流感咧係殺咗2000萬隻雞啊，咁咧就好多係生蛋嘅雞咧就冇咗嘅，呢個係，咁亦都係冇少咗人執雞蛋啊，呢個係個問題。房屋成本上漲0.4，同比上漲4.4，依然係核心通脹嘅主要驅動因素。因為雞蛋咧就唔係核心通脹嘛，呢個就係喺 CPI 入邊咧 shelter 係佔咗40%，即係咧你如果買間屋你要供要幾多錢，你租要幾多錢，你嘅水電呢啲全部喺 sheltering cost、county tax 呢個上升係好嚴重嘅，帶動個核心指數。住房成本點解上升得咁犀利呢？食品價格環比上升0.4，同比上升2.5，能源上升1.1，同比上升1%。大家以為個油價會跌，結果個油價升。我講俾你聽，起碼有一部分二手車嘅價格上升。即係我可以講俾你嚟緊啊！呢一個係因為佢當選咗之後就提呢一個加拿大、墨西哥嗰個25% 關稅，其實已經 build up 咗對二手車嗰個預期。我講俾你聽，最後我講俾你聽，佢嗰啲關稅實施咗咧係天下大亂，尤其是我琴日叫啲網友快啲買車，如果你想買車，4月2號之前買車。二手車升咗2.2，同比上升1%，因為汽車嘅供應鏈將會陷入一片混亂，交通已經啲人嘅心理上覺得價，交通服務價格環比上升1.8，同比上升8。美聯儲最中意嘅 PCE 個人消費支出，估計2.6，呢個未公佈嘅嚇，高過2.2。點解呢？就因為咧年頭係有啲嘢加價嘅，譬如健身房啊、streaming 服務啊、餐廳啊，會唔會中意喺年初提高加價？所以咧年初嗰個通脹咧就會高啲嘅，唔需要咁驚慌。消費者呢個就係我講俾你聽，呢個世界上咧有啲嘢咧就叫實質上嘅加價，實質上嘅加價咧，就來自舉個例，個原料成本加咗，咁個來料價錢加咗，咁你要加。但係咧好多大部分係來自通脹預期心理。通脹預期心理咧，喂，而家啲嘢好貴喎，我去揾工做嗰時咧，我就調高我心理嘅價錢啊。嗰啲人租屋出去又調高呢個租屋嘅價錢。我借錢俾人又要調高嗰個利息，因為去應付個通脹，呢個緊要。消費者1年期通脹預期由3.3升到4.3， 15個月來最高。呢個攞命啊！如果消費者 expect 係4.3，佢係 self-fulfilling 嘅，自我實現嘅，透過要求高啲嘅利息、加人工、
加租嚟到實現嘅。4.3係完全唔能夠接受嘅，呢個係市場對聯儲局降息大幅度調整。我記得幾個月前啊，仲係 expect 呢一個係2025年啊，會降4次息啊，降一碼，降呢個1% 息。而家後來就變咗3個0.75、0.5。9月而家估計起碼12月係降0.25隻成年。鮑維爾點講呢？好穩陣嘅鮑維爾，通脹仍未達標，唔急於減息，即係有排都唔會減息。唔好過分解讀最新嘅 CPI 數據，唔好因為一個月嘅 CPI 數據而恐慌。嗱，鮑維爾上次係嚴重錯誤啊！我批評鮑維爾而家又係犯咗同樣嘅錯誤。當日個通脹飆升嗰陣時，佢又認為係一次過嘅。因為供應鏈嘅混亂，所以飆升嘅啫。結果你睇個通脹搞成點？就因為個供應鏈嘅混亂，造成價格嘅調整，跟住就造成通脹預期心理。結果升到8點幾下，呢個係鮑維爾嘅重大錯誤。當時加息加得慢。美國經濟目前狀況好好，希望即係未做到。壓制通脹更大進展，目前嘅利率處於合適嘅位置。如果個通脹唔回頭就係，如果通脹冇繼續下跌呢，美國經濟又唔衰退呢，長期唔會減息。佢喺國會聽證會，佢唔會評論國會或者政府制定嘅政策係咪聰明嘅。聯儲局唔係做呢樣嘢嘅，即係佢唔評論拜登Donald Trump 嘅政策。但係經濟嘅走勢啊，可能導致美聯儲局調整利率，即係政府做啲嘢影響咗個經濟，經濟就可以影響美國聯儲局調整嘅利率。提及關稅、移民、財政政策同監管可能出現嘅變化。關稅直接引起物價升幅，移民可能造成勞工短缺。財政政策減稅係咪會刺激通脹啊？原理上減稅 ，Donald Trump 嘅政策減稅係刺激通脹嘅。放鬆監管可以提升 productivity， 可能減緩通脹。Donald Trump 喺社交媒體呼籲降低利率，理應同即將出台嘅關稅同步實行。喺實施關稅嗰刻有通脹，你要求人哋降低利率，咁樣就會刺激個通脹。呢個係完全係呢啲係無獨教嘅經濟學啊，埃爾多安就如此。佢就將個通脹賴落去拜登度啦，拜登 inflation up 咁其實佢由呢一個佢當選以後佢嘅政策已經係影響緊呢個通脹。Donald Trump 喺瑞士達沃斯論壇減息可以緩解消費物價壓力，減息咁啲人咧就俾少咗利息，咁咧就係啲嘢物價加咗咧都冇咁肉赤亦都可以提升經濟，但係減息同樣刺激緊通脹。話對自己對利率嘅了解超過聯儲局，呢個真係好好笑。Donald Trump經濟學家警告佢嘅關稅可能加劇通脹，推遲降息時間。呢個唔係個 worst case scenario， 個 first case scenario 就係佢加關稅，物價調整，供應鏈混亂，造成通脹預期。而家通脹預期起緊啦，要加息。Morgan Stanley Donald Trump 嘅關稅計劃可能將通脹率推高0.3至0.6。一陣我計啲數俾大家聽。鋼鐵公司已經提高上調價錢，因為3月會實施鋼鋁關稅。
自從 Donald Trump 宣布徵收關稅以來咧，中西部嘅鋼鐵價格已經升咗6%，但呢個會令到房屋嘅價格上升啊！一間房屋點都要用相當嘅鋼鐵。當日 Donald Trump 贏，主要就因為通貨膨脹，啲人怨聲載道，通脹問題令到美國人對前總統拜登治下嘅經濟感到好失望。而家點算呢？ Donald Trump 採取一啲嘢嚟應付通脹，譬如放寬卡車司機工作時間規定，可以做長啲，改善物流，補充翻因為禽流感而被殺嘅家禽嘅供應缺口。但我話俾你聽啊，呢個去拉嗰啲非法移民咧，已經搞到咧冇人劏雞嘅，呢個好大鑊。好啦，佢又施壓沙地阿拉伯增加石油產量，冇用嘅，遠水不救直噴火。並且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，希望結束烏克蘭戰爭，減輕通脹壓力。呢個咧係我睇見最好笑嘅，倒果為因。當日咧佢就話要整多啲石油，推冧個石油價，嚟到咧就係推冧俄羅斯嘅經濟。而家咧就調翻轉頭，要普京咧就救佢，解除對俄羅斯嘅制裁啊，等俄羅斯好 happy， 出多啲石油。呢個係咪荒謬啊？呢個係進一步減稅，但佢想減幾多稅咧？10年減45000億，佢再減。而家佢呢個咧佢唔滿意，佢想減到55000億，一年減5500億稅，加埋佢以前減落嘅稅，原本要還原咧，佢淨係個赤字唔加大咧，佢要多8-9千億一年。呢8-9千億佢就希望喺關稅入邊嚟嘅，包括針對社會安全福利待遇，呢個進一步減稅。社會安全 social security 你攞錢嗰時唔再納稅，嗰啲 tips 又唔納稅咯，會增加減稅成本。呢個就係對。根據房地產嘅數據啊，佢要求承諾要減低房貸嘅利率，但係上個禮拜係6.9，升咗，比佢上選舉前一週嘅6.7。Donald Trump 政府希望放鬆管制 deregulation 減稅，咁於是咧個供應多咗，呢個叫供給側，因為供應多咗，所以個通脹低咗，尤其是喺能源方面，佢個 baby drill 挖多啲油，用油價嚟到拖動，但係呢個唔係短期內做到嘅嘢嚟嘅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係冇可能短期內做到。佢一年內能夠增加到100-200萬桶咧，已經係好犀利。呢個就係根據《華爾街日報》1月嘅民意調查，68% 人認為關稅令到啲嘢更加貴，但依然有48% 人支持關稅啊，支持同反對差唔多平等嘅。但係當關稅真係實施，啲嘢真係貴嗰時，民意如流水，你就知道佢會咬翻轉頭，佢會咬翻轉頭。不過隨着通脹嘅持續延長呢，佢好難將責任繼續推俾拜登政府，呢個就係佢嘅困局。佢係一定好想加關稅，因為佢好想減稅，好想啲 manufacturing 搬翻嚟，但係咁樣會引起通脹。佢諗下點樣可以減低個通脹嘅痛苦呢？就係轉多啲石油嚇，呢個一個佢嘅策略，轉多石油。叫聯儲局呢個減稅 deregulate 幾樣嘢加埋，希望可以減緩呢個痛苦。但我覺得咧，你唔好俾個通脹失控。嗱，大家睇下對等關稅呢個問題啊，邊個國家大鑊咧？抽美國好多關稅咧，佢一定抽翻對等。13.4韓國，台灣6.5，越南9.4，中國大陸7.5唔使講啦，中國已經大陸關稅好多。印度17，巴西11.2，呢啲國家全部大鑊。我話俾你聽，呢個全部大鑊。我計計條數俾大家，你就知道個通脹究竟係點。我呢度講咩？加墨關稅25%，兩個加埋9500億，呢個係2250億到美金一年。呢條數係2250億美金。
中國關稅10%， 400億美金。鋼鋁關稅100億美金。對等關稅最難搞啦，對等關稅可能1000億。佢咁樣收晒咧，呢度咧就4000億，4000至4500億，4000至4500億，距離佢心目中嘅要嘅8000億咧，仲係唔夠，所以佢一定徵台灣關稅，半導體關稅100%，我估計嗰度咧又多1000億，佢要揾8、9千億翻嚟，其實係呢8、9千億咧，嗱。如果你收咁多關稅話咧，咁你會知道用 common sense 你估到有咩事發生嘅啦。有啲出口商可能食咗1-2%，你可能轉去第二度買平翻少少，因為嗰度全世界有關稅，你要揾第二度供應都揾唔到嘅呢個啊。咁就係嗰個入口商可能食咗啲，咁就唔會足8000億嘅，可能嗰啲人民負擔結果係6000億咧，我當你6000億、6500億，呢6500億咧，就其實就加咗落去美國嗰個呢一個23萬億嘅 GDP 上邊，係2點幾個%，但係咧佢就分批實施嘅，咁陸陸續續咧。就2% 度咧，就走唔甩嘅，加落個通脹度。最恐怖嘅就乜嘢咧？就係咧引起混亂啊！即係舉個例，嗰啲鋼板咧喺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咧運5次先至造成嗰架汽車嘅，一環斷咗咧就環斷，於是一車唔夠咧，嗰個價錢咧就跌咗上嚟，即係等於嗰啲非法移民唔夠人施工咧，啲樓價就飆咗上嚟。一飆上嚟嘅刻，最驚係乜嘢咧？本來加關稅咧係 one off 嘅嘢，就變咗一混亂個價錢再擠咗上去，嗰啲人就覺得通脹好犀利，要求加人工，要求加息，要求加租，於是就變咗個惡意旋螺一路直上。我哋睇得多老差唔多解答呢個問題，好嘛？嗱。呢個想唔想知道事後嘅逆齡秘方呢？江美儀係代言人，推薦韓國 Hancock NMN Collagen， 每日1粒，攝取210mg 嘅 NMN， 有3大凍齡成分呢個就係嚟到增加抗衰老嘅 NAD 分子，啟動長壽蛋白 sirtuin 嘅抗老機制。仲加會舒緩關節肌肉、激活腦細胞同強化記憶。今次呢，江美儀做代言人，我哋送一個超級 package 俾大家。凡係買3盒呢一個 collagen Hancock Collagen 呢，3盒原價3264蚊，而家7折優惠2285蚊。好啦，2285蚊值3個月唔算，仲有咩送俾你呢？送罕有嘅 BG18 魚子醬1罐，價值1080蚊，你買3個送呢個俾你。仲有 Form Bio 守護你全方位嘅護肝素，好好賣嘅護眼素、雙重免疫益生菌、微膠原蛋白同埋 Healthy Fit。全部各一盒，5樣嘢都送俾你，而呢5樣嘢呢，係喺我哋度係非常好賣、非常搶手，成日賣晒嘅。一個魚子醬加5盒呢啲嘢，除咗延緩衰老啊，對你嘅肝、眼、腸、美白、關節同埋控制體重呢，全部照顧晒啊！係門市獨賣，數量有限，售完即止，快啲幫襯啊！2285蚊食3個月，再加個魚子醬同5樣咁搶手嘅嘢，值2100幾蚊嘅，係咪賣大包呢？平到你唔信嚇？